今天我要用山药和香菇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台湾最常见的早餐就是烧饼、油条配豆浆。今天呢，我要分享烧饼和豆浆的做法。豆浆不只有黄豆，我还依照我们家喜欢的口味去做一些变化，加他们喜欢的食材进去，打成豆浆。不需要用到专门一大台的豆浆机，就可以做出滑顺好喝的豆浆哦。烧饼里面呢，我还会加上山药片，还有蔬菜丝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rsty Wong TV， 我是 Kirsty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山药和香菇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朵香菇，用热水泡软。我们先来做烧饼面团的部分，因为等一下打好了面团还要醒，好，面团醒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切其他的备料，这样比较省时间。这次我要用德国百灵手持式食物调理机来打面团，还有做豆浆、切蔬菜。今天的料理就包在它身上啦。我最近呢做料理也是靠它哦，它可以说是一台机器比10台机器这么多，可以搅碎混合、切碎、切丝、切片、切条、模拟打发、调面糊、揉面团。打成粉末状，只要这一只马达呢，它插在不同的机器上面，或是更换刀片，就可以做到了。那我们现在先来称面粉，准备300克的中筋面粉，3克的盐，面粉称好了，先在食物处理器里面装上面团刀，可以把面粉放进来了，放入80ml的热水，盖上盖子。插上马达，可以开始打了，大约打20秒左右就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像这样子，现在可以放冷水了。可以从这里一面放一面打，缓缓的加入190cc 的冷水。已经打成团了，像这样。现在可以来加25ml的油。再盖上盖子，再打。油已经融合在面团里面了，先取出来放在碗。面团放进碗里面后，盖上盖子，让它醒30分钟。来跟大家说说，我很喜欢它这个全球首创推进式的伸缩刀头，你们看可以伸缩的，还有它独家专利的金钟罩设计。伸缩刀头可以让你在打食材的时候很省时省力，金钟罩则是可以防止食物的搅碎的过程中呢溅出来，溅到到处都是。对于有用过其他牌的搅拌棒的朋友，应该都是非常有感的。像我就很有感。它真的连倾斜打的话呢，也不会飞溅出来那个汤汁，或是打到一半啊，会吸那个锅底，那样打吸到那个锅底。还有一个我很喜欢，就是这个很简单就可以上手的搅拌方式，只要轻压或是重压就可以调整它搅拌的力度，轻轻的压，搅拌力度就弱，打出来的食材就是颗粒状的。那如果重压压到完的话，搅拌力度就是强的，打出来的食物就是更细，甚至还可以打成泥状哦。像有时候我会用这个打成马铃薯泥给孩子们吃，超方便的。那现在我们就来备其他的料，香菇泡软了，挤干水分。香菇啊切碎，今天就用机器来切，先切块。我大约打了5秒就已经打碎了，把香菇放入盘中，准备半包的金针菇。金针菇冲洗干净了，把根部切掉不要，把金针菇切碎，把金针菇放入盘中，准备半条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，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下来，把红萝卜切一半。红萝卜切细丝，先装上切细丝的刀片，盖上盖子来切。
已经打成细丝了。把红萝卜丝放入盘中，准备调小黄瓜，一样也是切成细丝。小黄瓜切好了，把小黄瓜放入盘中，准备2颗马铃薯。马铃薯洗干净了，这种马铃薯不用去皮，对半切。马铃薯切丝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马铃薯放入碗中，放入1茶匙盐，倒入过滤水，防止马铃薯氧化变黑，泡在盐水里面。准备半条的山药，切山药前记得先准备盐水放在旁边，把山药削皮。等下切下来的山药就可以直接泡在盐水里面。把山药切成厚片，把山药赶快放进盐水中，防止氧化。料都备齐了，面团也醒得差不多了，现在就要来做烧饼了。做烧饼之前要先去炒油酥，锅内放入100cc 的油，把150克的中筋面粉放进来，用中小火慢慢的炒，把油和面粉炒成融合在一起，就是像这样不停的搅拌拌炒。慢慢可以看到面粉越来越少了，因为被油吸进去了。就这里比较湿，这里比较干，所以彻底的给它混合均匀。炒到像这样，没有看到面粉，而且全部都融合在一起了，不会有的湿有的干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先在细胶垫上撒上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。稍微揉一下，可以了，压扁。擀面棍上抹上粉，像这里比较厚，就把它推到旁边，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。把刚刚炒好的油酥放在面皮上。把油酥平均抹在面皮上面，刚刚已经擀成长方形的面皮了。这面皮大概有0.3公分。油酥都抹好了，现在把它卷起来，把面皮卷起来。卷好了一条，来分割。分割之前，记得头尾先把它捏起来，油酥才不会跑出来。接缝处也稍微捏一下，可以了。先从中间对半切，封口处也是给它捏紧。左右封口之后，给它擀长。擀长之后，对折再对折，面向自己，再擀长。
接下来把它卷起来，先放旁边。说到搅拌棒，我有用过其他牌的搅拌棒，常看我影片的朋友就知道我是用哪一牌的。其实我也很常收到网友会问我：爸妈，你的搅拌棒是哪一牌的啊？早期我有回复大家那时候我用的牌子，之后我都只是回复说我是在大型网络商城买的，就没再告知你们品牌了。主要是因为我觉得那牌的刀片很软，就是已经被我打到歪掉了，然后使用的马达声音也很大声，在打的时候也会熄锅，然后也会飞溅出来。因为以前做副食品的时候很有感觉，所以呢就没有特别推荐你们是哪一牌的，很怕你们买到跟我一样不好用。那这次呢，这台德国百灵这台马达是静音智慧型的，而且还强劲又节能。除了这只马达和黑色的盖子不可以进洗碗机洗之外，它的所有配件全部都可以放进洗碗机里面清洗。是不是很方便呢？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方便的。封口处朝上，沾上芝麻，压一下，开始擀扁，擀长之后再擀宽，可以了。芝麻朝下，放在烘焙纸上。烤箱用180度预热了5分钟，现在把烧饼放进来。上下火210度烤10分钟，开始。10分钟时间到了，接着给它反面，开始有变胖了，再继续烤，一样上下火210度，时间10分钟，开始烤。时间到了。烧饼烤得焦黄色了，放在网架上让它变凉。现在要来炒蔬菜丝，炒蔬菜丝会用到五香粉，来跟大家分享自己在家如何制作五香粉。先放入平底锅里面，把它炒香。5克的八角，5克的桂皮，10克的花椒粒，5克的丁香，10克的小茴香，5克的陈皮，10克的白胡椒粒。开中小火，把所有的香料炒香，像这样子干炒。大约炒1-2分钟左右，你可以看到小茴香变成鲜艳的绿色，也可以明显的闻到香气了。这时候就可以关火起锅，放到研磨罐里面去打成粉。炒好的香料先让它放凉，现在放凉了，放入研磨罐里面，开始研磨五香粉。五香粉打好了，可以装罐用了。锅内放入少许油，把香菇和金针菇放进来炒香。已经可以闻到金针菇和香菇的香气了。放入红萝卜丝，把马铃薯沥干水分也放进来一起炒，炒均匀了，也有比较软了。现在放入小黄瓜丝，快速翻炒。大约略炒一下，现在可以来调味了。半茶匙的玫瑰盐，1茶匙的五香粉，2砂糖1茶匙，把所有调味料炒匀，炒到所有味道都融合，水分也比较少了。现在可以关火起锅。锅内再放入少许的油来煎山药，油微热了，把山药放进来，把山药的表面煎成金黄色，另一面变成金黄色了。这时候可以放入酱油，1汤匙的酱油从锅边炝入，放入热开水，让它煨煮一下。现在可以放入1茶匙的2砂糖。简单的这样调味就可以了，可以再稍微给它反面一下，让它吸收到酱汁。酱油明显收干了，现在可以关火取出。
豆浆和腰果蒸熟了，这是1杯的黄豆，泡了隔夜，洗干净放去蒸。还有这是1杯的腰果，也是一起放进去，跟黄豆一起蒸。外锅1杯水，全部就蒸熟了。倒入热水来打，浓淡程度依个人喜好，我这里是1:3。黄豆和腰果都打碎了，现在把浮沫捞出来。来吃宵夜咯！有没有开心？吃烧饼豆浆，还有夹马铃薯丝，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啊，还有小黄瓜丝。开动！等一下，里面这个是什么呀？你觉得像什么？肉。这是素的，很像肉，对不对？妈妈成功了。对，这是山药。山药。肉，好好吃哦，好酥脆哦。这个烧饼，芝麻很香，而且满满浓浓的五香粉味道，很喜欢，很好吃。有没有好吃？漂亮。今天你们肯定可以很好睡，吃饱饱，对不对？再配一口豆浆，真的意外的好吃哎。好吃哦！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，还有小铃铛。好，还有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， 还有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很好吃吗？妈妈又变胖了，吃宵夜。好吃。一直比赞。